是 Fortune 嘛？哎，好久不见啦，你好吗？都是 scam call。喂，哎，不是 scam call 啦，是我是 Mandy， 你的中学同学，你记得吗？哎，很久没有见了嘞，出来喝杯咖啡嘞。好啦 ，OK， 我们下个星期一见 ，OK， 拜。Fortune， 你知道新加坡最大的杀手是什么吗？大肠癌、乳癌、子宫癌、中风、大胆这新加坡这些都是会死人的，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想过死后你爸爸妈妈怎么办？你的孩子怎么办？没有想过对不对？所以保险就是用来保护你的。我们这里的保险有人寿保险、住院保险、意外保险、护理保险，什么都有。你需要什么呢？最近呢，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同学突然间打电话给我，最后才发现到他原来是一个保险经纪人。OK， 朋友一场，不是不想买，而是我不知道应该买哪些保单。所以今天呢，就要请教我们两位姐姐 Cassandra 跟 Claire 来给我一些意见。是现在你已经在工作了，对吗？对，就是刚刚拿第一份薪水，但是也不是很多。一般想买保险的年轻人，就像你这个年龄层了，我们都会说最基本就应该买一个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就是保说住院嘛，因为人这辈子不可能不住院的，Life is the worst, which is why you need good insurance. 别说你刚出来工作，所以有了薪水，我们就有新加坡的 MediSave。这个医疗保险是可以用 MediSave 来供的。然后你也可以选择说你想要 private hospital 或者政府医院是 OK 的，就价钱都不同，所以因人的 budget 就是要保护自己。因为钱不多没关系，可是最怕就是说有很多那些飞来横祸，然后我去哪找钱，你知道吗？年纪轻的顾客群基本上健康也是挺 OK 的，所以年轻人我们都会说尽早负担得起，尽早买你的保险，因为当时年轻的时候就身体状况还很好 ，premium 就该还那个保费也不高，所以是一个最好开始的一个选项，就是买一个 integrated shield plan。cash flow 就是资金方面呢，允许的话买一个 rider。Rider 是私人保险业者提供的额外附加保险项目，那当然也代表说会有附加费用啦。它主要的好处就是帮你降低住院期间的自付费用，也提供一些附加的服务，例如更长的索赔期、现金福利、中医看诊等等，来加强原有保险计划的保障。Rider 像是冰淇淋上的 toppings， 有变好，没有也不要紧。我的很多朋友也是买了什么 CI， 因为他们说在现代生活中很多人就会得到癌症啊这些东西。那你觉得我在这个时候呢，需要买这个 CI 的保单吗？所以 CI 可以说是critical illness， 这个会大概包括37种重大疾病。通常的话，所以你要看你现在个人的情况、需求，还有你的财务状况，才可以想一下你是不是需要这个保险，或者你承担得起那个费用的话，会昂贵吗？就是你现在要 coverage 是要多少？所以大概的话，我们会建议平均的人都是会用你的年收入乘以3到5。那我一个月赚3200乘12，再乘5。如果你需要，因为这笔费用的话，其实是不是来包括你的医药费的，是很像当你没有做工，你有什么在家里休养的时候，这笔费用可以来承担你日常所需的费用。那我也听一些人就是买 term，因为他们说 term 的费用会比较低。对。那我适合买 term plan 吗？所以 term plan 的话，通常我们以大致来讲，通常都是会保，就是当有人过世，或者重大terminal illness， 或者有permanent disability， 这些都通常可以保的。可是你要先想一下，如果你买 term plan 的话，是没有储蓄也没有现金的部分的，所以就是很像。那代表什么？所以如果你买一个20年的 term plan 的话，如果没有 claim 的话 ，right， 就是没有了。
那还那么久的那些费用就是这样子。对。那不是很心痛？可是有些人是因为那个保费是比较低的，每个月或每年偿还的保费会比 Whole Life Plan 低很多。我看到我很多朋友都有 FA 这样，就是好像我那个同学打电话给我，问题是呢，我很久没有跟他联络，所以也不知道他的人怎么样，不知道我可不可以信任他。所以你觉得有什么特征可以显示出这个人是一个有责任的保险经纪人？其实，在新加坡我们就好在新加坡都很受管制，我们的各个政府机构呢也有用心的去确保消费者有个安全的环境来购买该买的金融产品。一个好的保险经纪最基本上就是聆听，所以他必须能聆听你需要些什么，然后最主要就是会问说，哎，你现在的经济状况是什么？他会问说 ，OK， 你赚2500，你每个月食方面是多少？交通方面是多少？储蓄是多少？因为我不敢说2500，这样你就买一个保费2500每个月，这样你吃草。Oh no！ 一个爱你的保险经纪，他一定会说，哎，不然我每年都跟你做一个 review。他会跟你说，哎，其实你前几年买的可能保额只有一个50万，可是你现在有了小孩，有了房子，而且你再买多个 investment property， 你需要增加。之前我买的时候可能是23，我现在可能是33，所以人生的每个阶段都需要做一个 review。我的 needs 和 wants 都很多，但是我的 budget 又有限，所以对我来说呢，我宁愿就是去飞奢啊，去花在我跟玛丽的身上。我不觉得保险应该花很多。你觉得现在你的人生的阶段到底需不需要这些保险？说你应该先问你自己，哪一些是我 cannot give up on， 所以哪些东西是我需要的，或者你这个 lifestyle 你一定要，好像每年出一次国，或者每个礼拜要去 cafe，这种东西是可能你现在觉得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剩下的钱，你再决定来什么保险是你觉得当你有什么事情的话，你觉得是最 critical to you 的。最主要呢是酌量而为，就看自己的 budget。还有 time horizon， 就是我在现在买 savings 或者 investment， 我在买这份保险的时候，到我需要这笔钱的时候 ，what's my time horizon， 有多长的时间？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risk profile， 我是怎么样一个风险承担率的人？conservative 就是最保守的 ，moderate 就是中等。还好，对，有一些是 high risk， 我不需要这个钱，如果输了就输了，所以是真的是要看个人的风险承担率。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知识点。第一，医疗保险可以抵消医疗费用。第二，利用保险累积财富时，要知道自己能承受的风险和投资期限。第三，保险是非常私人的事，无需和朋友比较。